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许半夏隐忍式哭戏好有感染力，有心疼自责不舍，太好哭了。大家好啊，这里是小鱼原创编辑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播报。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里面的哭戏真的太绝了。在得知陈宇宙患病之后的那段哭戏真的好有感染力啊！许半夏人前人后的反差感巨大，在陈宇宙的面前时，为了能够让他安心，半夏隐忍着不落泪的安抚他，把难过都藏在了眼睛里，然后在没有陈宇宙的地方瞬间爆发泪水夺眶而出，哭死我了。这个片段的开始是这样的。在热播剧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苏医生告诉了许半夏陈宇宙的死期将近，剩不了多长时间了，趁着还有时间好好陪伴吧。许半夏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以来一心只想着怎么样才能赚到钱，因而忽略了对身边最亲近之人的照顾，感到自责。他站在窗边低着头泪如雨下，回忆起了过去那些没钱的日子，老陈独自守着堆场，问他什么永远都是没事，都是我害了他。这段哭戏中饱含了半夏的心疼、自责和不舍。赵丽颖将这三种感情融合得很好，并完美地诠释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的演技真的可以算是一流了。从当初的默默无闻跑龙套跑了7年，到如今的大女主，这一路走来的辛酸与艰难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非科班出生的她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。赵丽颖真的值得。听说因为演技一绝，赵丽颖的剧粉比粉丝都多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也喜欢她的演技吗？2. 风吹半夏，高欣怡人设逆转，她一个行为完全配不上童潇琪。风吹半夏是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、刘威、柯蓝、任重、冯佳怡、孙谦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。在剧中，高欣怡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？人设为何呢？与童潇琪初次相遇，她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，在酒桌上直接调侃童潇琪。此时，她是寂寞的，行为漫无目的。再次联系，她是叛逆的，乃至于母亲找上门来，又急又气，斥道：“这么好的工作你都不要，你想干嘛？”他想干嘛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吧？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说白了，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蜜罐里泡大，人生太顺。随母亲回去，他直接辞掉了工作，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当他将母亲的15万存款借给童潇琪后，从此与童潇琪混迹于车队，其母高跃进对他已是莫可奈何。向往颠沛的生活，憧憬草莽儿女的传奇，这是高欣怡的人设。有这么一种人，穿得舒舒服服反而不高兴，非要往衣服里放几颗刺梨，扎着皮肉才觉得舒爽。而这就是高欣怡的人设吧？高欣怡为什么会如此叛逆，不得而知。父母感情很好，家庭有暖情，因此成长环境不是造成他超级叛逆的原因。除了叛逆之外，他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野字，性格很野，是他离经叛道的根源之一吧？否则他怎么可能以大小姐之尊、大学毕业的身份，与车队的草莽汉子打成一片，乐不思蜀？那么高欣怡的哪一个行为使人感觉人设逆转，完全配不上童潇琪呢？众所周知，童潇琪是一位极其义气的男子，在他的身上有侠气，有草根的无拘无束，有最朴素的道德坚持，而这是他凝聚一般草莽汉子，使他们与他同甘共苦、祸福共当的重要原因。作为大哥，首先要吃亏在前，享受在后，才能服众。数年后，高欣怡要给车队的兄弟们约法3章，算不算是人设逆转呢？如果他是一个按部就班、精于计算、十分精明的人，当初他又怎么可能爱上童潇琪，
怎么会与车队的兄弟同吃同住，水乳交融呢？俗话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性格上的不合，观念上的分野，是很难把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捏合在一起的。《水浒传》中，宋江是文士出身，阮小二等人是十足的草莽，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，打成一片呢？只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讲义气。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。高辛夷本不是一个精明、斤斤计较的人，却突然变得精明了，而这就是他的人设逆转吧。这一行为还不在于张贴规则、约束众兄弟，而是要罚扣众兄弟的薪水。由此体现出来，他完全配不上童骁骑。童骁骑是一个轻财重义的男子，就算给车队制定规则，使车队更加的走上正轨，也是以奖代罚，奖罚并举才是。罚单多，众兄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车队。想要约束这一行为，奖更优于罚。谁的罚单少，这笔钱就奖给谁。如此，既能达到效果，又不撕裂兄弟感情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在管理上，要因地制宜，而不是照本宣科。对于童骁骑而言，没有车队兄弟与他同甘共苦，就没有他的车队今天。车队兄弟和他是一个整体。如果高辛夷真懂童骁骑，就不会做出撕裂兄弟感情的这个举动，令童骁骑左右为难，就会选择一个最优方案，一步一步的来，积小进为大进。从高辛夷变得利己，为了实现个人目标而忽视兄弟们的感受，信奉冷冰冰的规则，丧失温度，就配不上童骁骑了吧？在其后的剧情中，相信高辛夷会调整回来。一如许半夏，当陈宇宙患病之后，他开始思考，调整以往的行为方式，让自己变得更有温度一些。童骁骑对高辛夷说：“我听你母亲说，当初你爱上我是因为我和你爸有点相似。你爸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，可我毕竟不是你爸，我不会什么都答应你的。”由此可见，高辛夷是需要调整回来的。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